Hello，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这么久没有更新视频，给自己找一点借口。首先呢，就因为我的电脑出了一点小问题，没有办法剪视频了。另外就是我前段时间换了一份工作，因为准备面试，还有适应新公司都有一点点忙。不过正因为换了工作以后有很多不一样的工作体验，所以又很想做一期视频分享给大家。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视频的话，我先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在芬兰工作的一名程序员，之前呢在国内大厂也工作过3年，然后就来到了芬兰这边一家本土企业工作。它主要业务就是在芬兰和瑞典，所以是一家典型的北欧公司。现在呢是在美国一家算是创业公司，在芬兰的一个分公司工作。所以这期视频的主题就是一个国内大厂、北欧企业和北美企业工作体验的对比。首先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薪资问题了。薪资排名呢是北美企业大于等于国内互联网大于北欧企业。为什么说是大于等于国内互联网？因为我现在的薪资是比我在国内的时候高，但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快2年了。如果我一直在国内做的话，应该至少和现在差不多吧。国内程序员的薪资是什么水平，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楚。然后北欧企业呢，工资就比较低了，大概有一点经验的程序员是在4500欧左右一个月。做一个推测，为什么北欧的程序员薪资这么低啊？因为这边大部分企业是不自己招聘程序员的，都是和咨询公司签合同，然后咨询公司来帮他们去开发，听起来有点像国内的外包。但是和国内不太一样的是，这边的外包比自己招聘程序员要贵很多。咨询公司的收费至少是要200欧1个小时，所以如果你想要一名咨询公司的程序员全职帮你工作的话，那你一个月的花费就是200乘以一天7.5个小时，再按一个月21个工作日算的话是31500欧元，很夸张对吧？但是程序员拿到手的还是很少，因为你毕竟要养一大个公司嘛，有很多的销售还有运营成本。所以也有很多企业会因为咨询公司开贵开始自己招聘程序员。你可能会想，那我拿出咨询公司的1半的钱去招程序员，那程序员的工资不就也很高了吗？但是因为这边非常平均主义，是不太会出现一个岗位的工资比另外一个岗位的工资高很多的情况，所以招进来的程序员还是薪资比较低。所以我感觉其实程序员在这边是一个比较昂贵的资源，但是因为咨询公司的这种模式以及平均主义导致薪资就比较低。但是美企就没有这种平均主义的困扰了，因为美国员工工资非常高嘛，他们拿出美国工资的1半来欧洲招人都算是高薪了。第二个呢是工作氛围的不同，我特别想讲一下工作氛围的不同，因为这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首先是我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内大厂，我之前是在腾讯工作，虽然最近因为裁员的关系，腾讯有很多不好的新闻，但是当年的腾讯还是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我当时离职的时候还发了一篇微博，结果不小心上了附近的热门，算是比较精准的概括了我的感受。虽然对加班、打薪、PUA 都非常讨厌，也是我离开的原因，但是腾讯还是会给你一些归属感，尤其是对于校招生的第一份工作来说，而且你和同事每天从早待到晚，午餐、晚餐全都是一起吃，就真的是校园的感觉。然后是北欧企业，大家应该都听说过芬兰社恐的故事吧？他们是真的社恐，就我上家公司，他们大部分都是芬兰人，所以我们开会的时候，所有人都是把摄像头关闭、麦克风关闭的，就会经常出现主持人讲了一大段话，然后没有一个人回应，因为又没有开摄像头，所以看不到大家的表情啊什么的。主持人就会问大家：“你们还在吗？”这个时候大家才会说一句 Yes。 有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偷偷的大笑，因为觉得社恐太有意思了，就很有安全感。因为我自己也很讨厌在会议上发言，不过因为大家都不聊天，所以在那儿工作了1年多，我除了知道同事的名字，还有工作上的一些事情外，我其他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可能连我来自哪个国家都不知道，所以对公司的那种联系感会很弱。不过呢，这个和我待的公司是传统行业的有一点关系吧，好像他们那种比较年轻的公司会更活泼一些。现在待的北美企业呢，就完全是另外一个风格，所有人都是话痨，刚工作没多久，大家互相祖宗8辈儿都知道了。
入职的那种任务清单上面就会有要和部门的所有人都约一个1对1的会议，然后大家谈谈心啊，聊聊天之类的。员工呢也会更多元化一些，来自各个地方都有。是我目前知道的就有美国、加拿大、印度、俄罗斯、日本、越南、英国、德国、瑞士，反正几乎什么国家都有，所以就会听到很多有意思的文化和故事。但是呢，相应的压力就会大一些。大家都知道我的英语不好，我在我的第一个视频里面就说到过。虽然在上家公司已经工作了1年多了，也是纯英语的环境，但是因为大家都不怎么聊天嘛，所以我的英语几乎没有什么进步，因为根本都不用怎么说话。北欧企业毫无疑问就是最轻松的了。我之前基本上是4点钟下班，然后下班之后还有周末这种非工作时间是不会有任何事情找到你的，也没有什么绩效评估这种事情，大家都慢慢的干活，非常仔细的 review 代码，还要写测试用例，所以线上的 bug 也会比较少。整个工作过程中没有任何事情会让你产生一点心理负担和压力。我当时的 manager 给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开心。我现在的工作因为要方便美国同事的工作时间，所以由于时差关系的话，我要基本上6点或者7点才能下班。当然对应我早上就会晚上班一些，比如10点或者11点上班。其实我现在有一点难以判断到底是北美企业还是国内企业压力更大一些，因为我在现在这家公司干的还没有很长他们也会有一个 performance review 的流程，但我不确定会不会像国内一样有那种强制的比例。还有就是我主要的压力来源应该就是我的语言问题，就大家语速非常快，和之前全是芬兰人的公司完全不一样。还有就是同事也非常厉害，我觉得每天自己像个傻子一样。所以现在呢，我每天早上都会先读1个小时英语，下班以后也会看一些系统设计方面的书来提升一下自己的技术。我之前是几乎不会在非工作时间学习的，包括在国内的时候。国内公司主要的压力来源就是工作时长实在太长，还有强制的打薪比例了。而且公司的氛围会非常让人害怕，因为自己的过错而带来的一些线上问题，害怕影响自己的绩效。但需求排期又非常紧张，导致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去代码 review， 也不会去写前端的单元测试。这样呢，又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小问题难以避免。当年我裸辞回家的第1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半夜直接笑醒了，真的是笑醒的那种。因为压在你心里面3年的事情，然后可以一下子全部抛到脑后，不用再管了，那种放松感真是太开心了。以上就是一个简单的对比了，我觉得应该基本上是符合大家的刻板印象的。所以你更喜欢哪种公司呢？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里面交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